各位好，今天下午，德国多家媒体报道了德国百年老店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公司放下身段参股中国新创公司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小鹏汽车的消息。相信知道小鹏汽车的德国人没有几个，这样一报道，相当于德国媒体又免费帮小鹏打了广告。这次德国大众花7亿美元参股小鹏汽车，获得5%的股份。咱们粗略计算一下，是不是意味着小鹏的股份价值达到约1000亿人民币了呢？大众的加盟估计对小鹏也是有好处的。对于德国电动车的劣势，过去已经出过几期。刚才我出门给大家拍了几分钟德国第4大城市科隆街头的汽车，我肉眼只看见3辆电动车，一辆是正在行驶中的南朝鲜的电动车，另外2辆是正在充电的电动车。我看了一下，方圆1到2公里只有4个充电站，一般每个充电站可以充2辆车，就是说只能同时给8辆电动车充电，而普通人家里几乎不可能有充电基础设施，将来也不会有。比如我们这栋楼地下停车位是1970年代的建筑，要通过汽车电梯才能下去，它的内部空间非常小，根本装不下今天较大的车型。地下车库里面没有逃生口，也没有足够的可以布线的地方，即使我将来想买电动车也不行，这只是缩影。所以德国电动车的基础设施以及比中国高出10倍甚至更高的电费，也是制约德国电动车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国街头所见的越来越多电动车，以及几乎全是2轮的电动车，对于德国人来说根本无法想象。这方面中国确实已经远远走在了世界前列。好了，朋友们，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报道。在远东追赶，大众汽车希望以此止住在中国的颓势。大众汽车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一落千丈。现在大众汽车集团宣布建立新的联盟，包括入股一家中国知名的初创企业。大众汽车集团希望通过在中国的进一步合作摆脱守势。继不久前宣布其高端子公司奥迪打算在某些车型上使用来自中国合作伙伴上汽集团的技术后，总部位于沃尔夫斯堡的母公司大众又与小鹏汽车达成了一项协议。大众汽车希望与这家位于香港西北部广州的制造商合作，除了迄今为止自己的创新计划之外，还将在市场上推出2款全电动终端车型。双方的合作以小鹏汽车的股份为基础，在增资过程中，大众汽车将投资7亿美元，获得5%的股份。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区负责人拉尔夫·布兰德施泰特在沃尔夫斯堡召开的集团监事会会议后表示，通过这一举措，我们正在加速扩大中国本土电动汽车产品组合，同时为下一次创新飞跃做好准备。小鹏在软件和自动驾驶方面拥有专业知识，而大众则拥有大型供应商的采购优势和快速进行大批量生产车型的能力。小鹏汽车去年销售了约12万辆电动汽车，成为中国发展最快的初创企业之一。大众汽车在中国交付了15.57万辆全电动汽车，这相当于增长了近2%。但要想在燃油汽车早期成功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还差得太远。中国市场的领导者比亚迪及特斯拉都在准备将大众汽车打造成中国电动车的小配角。与小鹏汽车的合作将有助于加快这一步伐。这2款新型电动车计划于2026年投放市场，下步是在联盟中创建一个完整的技术汽车平台。布兰德施泰特尚未给出确切的时间表。奥迪周3证实将扩大与上汽集团的合作，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智能化、全网络化的高端电动汽车系列将迅速发展。与大众品牌一样，奥迪在中国也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德国国家电视1台对此也做了报道，我们看其中我觉得值得翻译的一部分。大众汽车在中国跟不上步伐，尤其是大众的电动汽车在中国并不受欢迎。今年上半年供货量下降了1.6%，为6.24万辆。
今年大众希望在中国销售约20万辆电动汽车，大众的 ID.3 或 ID.4 等车型无法追上中国制造商和特斯拉的步伐。中国消费者需要联网的汽车，尤其是能够使用社交媒体的汽车。此外，大众汽车在中国的价格战中也举步艰难，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商开始进入快速增长的电动汽车市场。这些电动汽车既能满足中国国内消费者的需求，价格也很有吸引力。奥迪加强与上汽集团的合作，大众汽车子公司奥迪也在扩大与合作伙伴上汽集团的合作，并与上汽集团共同开发电动车型，而奥迪在中国尚未涉足该细分市场。这样做的目的是在高端市场迅速扩大智能全联网电动汽车的范围。第一季度，奥迪在中国仅售出3000辆电动汽车。我们不是在购买技术，而是在共同开发汽车。大众汽车中国总裁拉尔夫·布兰德施泰特在与记者的电话会议上强调说，德国知识点评，这大众中国区的总裁太要面子了吧？其实大众的子公司奥迪购买的就是上汽的技术，还嘴硬呢。现在咱们来看看德国国家电视1台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正在逐步淘汰燃油车。在德国，补贴源源不断，为燃油车进行游说，不开发自己的概念，然后用德国的税款收购中国公司。下一条评论：燃油车工业正在慢慢崩溃。过去10年狂妄自大，现在购买中国人的技术，哈哈哈哈哈。下一条评论：一切都变成了狗屎。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读者评论。第一条评论：不幸的苦果却是大众汽车自己造成的。长期以来，太多的利益相关者，他们是管理层、政界、工会、股东、媒体，在安于现状的同时，也继续吃老本。特斯拉依靠无条件扩大规模和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来降低成本，同时马斯克也明白，方便的软件、功能强大的芯片、智能传感器、经典的设计，包括应用程序在内的流媒体服务，一些令人兴奋的功能，如全景玻璃车顶或大显示屏，低廉的价格和速度才是推动特斯拉发展的因素。中国企业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正在遵循这一原则。为什么我们非要等到 ID.7 或 Tavascan 呢？太迟了。下一条评论：2026年，太棒了，真是神速啊！下一条评论：大众汽车作为次要的合作伙伴，现在必须适应新的着实顺序。下一条评论：与德国的汽车、大众的汽车早毫无关系了。但大家很有局限性，只要说是德国车，就认为一定是德国车。应该让德国政治阶层知道，国家1分钱都不应该花在任何救援德国企业的措施上。大众汽车享受这种好处太久了。下一条评论：我们常说谁都可以生产汽车，但不能研发汽车。小鹏现在可能正在做汽车研发，而大众汽车正在慢慢从市场消失。下一条评论，我们看到第一段这个 Hattie 是德国一家已经倒闭的百货公司，第一句话就不翻译了。我们接着看第二段开始，大众汽车集团反映了德国汽车行业的现状，即只有豪华车市场的品牌差异化才具备中期竞争力。德国汽车已经失去了技术领先地位，任何人都可以制造电动汽车。如果不提高贸易壁垒，南朝鲜和中国将很快主导世界市场，但这将是一场德国无法打赢的贸易战。德国汽车工业已经完了，只是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它在技术上已经跟不上了。是布鲁塞尔给了仁慈的致命一击，没有汽车工业的德国也完了。我们将在2到5年之内意识到这一点。下一条评论：我住在中国，开的是大众 ID.3，难道中国的领导层就这么愚蠢吗？他们应该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去了解中国。作为合作伙伴的小鹏，就像奔驰与达契亚合作，购买技术一样。不幸的是，大众汽车和所有德国汽车制造商一样，迄今为止
都没有认识到市场或客户的需求，太糟糕了。我对大众汽车30年品牌忠诚度到头了，这是最后一次。尽管我花了2.8万欧元购买了配置齐全的 ID.3。下一条评论，因为德国汽车制造商太笨，造不出又好又便宜的电动汽车，所以现在只能抄袭中国人的产品，这都是绿党的错，不是吗？下一条评论，这个世界颠倒过来了。几年前谁能想到德国人必须努力了，离开幸福之岛。下一条评论，中国人会从合资企业中获取技术，然后以更低的成本自己制造这些东西。当时很多人都警告过这一点，但德国企业急功近利是第一位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德国一家技术型门户网站 Heise.de 对这条新闻的读者评论。第一条评论，这是大众汽车的去风险化，这是这家企业为确保业务而降低风险，这可能不是德国政府想要的那个去风险吧，但战略文件也谈到了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大多数中国制造商的电动汽车也仍然或多或少处于亏损状态，尤其是小鹏汽车，最近4个季度的情况并不乐观，销量急剧下降，亏损居高不下。大众能改变这个局面吗？在高效的纯电动汽车生产方面，大众至今仍没有什么出彩的东西。下一条评论，不久将从中国获得技术，现在形势发生逆转，德国汽车工业是否会从中国获得技术诀窍？下一条评论，您说的不久是什么意思？电池技术的情况早就如此了。下一条评论，德国董事会成员认为他们是最棒的、最漂亮的、最聪明的，尤其是最无懈可击的。在他们的世界里，他们就是神。他们完全低估了电动汽车的发展，从而错过了电动汽车的发展。这一点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是显而易见的。好了，各位，今天与你们分享了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还有德国国家电视1台的报道以及相关的读者评论。关于德国电动车的颓势，德国媒体还有更多的报道，我们今后有机会再看吧。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